家好久不见，都1个月没有发视频了，所以这期视频上来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还活着。这是我们家猫，再次重申一下，它的名字叫你妹。然后这是我们家 gay， 这是我们家 gay 侠。上期的 vlog 中，好像大家对我的翻车拿铁很感兴趣，还想让我再表演一下。Yes。嘿嘿嘿，你们再也看不到了，因为这段时间为了不再出现那么灾难性的场面，我每天在家潜心练习，现在总算改成了喝冰拿铁。现在已经快2月底了，温哥华还没有任何春天的迹象。既然冬天还没有结束，是不是可以趁机再多吃几次火锅呢？对啦，最近收到了一款自动升降的小火锅，就这个。这个是华人生活馆给我免费送的2个小玩具之一，还有一个小玩具在路上，我们下期视频再介绍。这个火锅的特色呢，就是智能升降。为什么一个火锅还需要智能升降？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解答，我们来开箱吧。说明书，我要把它倒出来。当当当当，这是个锅盖。这个好像是一个能够智能升降的滤网。这下面应该就是煮汤的了吧？这个下面应该是加热盘了吧？还挺厚的，这样子，这就是那个锅了。首先，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它。这个锅分2个部分，一个底座和上面的锅。它的底座就是个加热盘。然后前面是有它的控制按钮，包括2个功能，一个是火锅，一个是煮低糖饭，感觉做工还挺好的。然后它的锅分为3个部分，一个透明的盖子，锅里有一个不锈钢篮子，这个篮子就是用来放食材的，等它升起来的时候就可以跟下面的汤隔离开来。如果你们吃火锅的时候喜欢放些容易丢失的食材，比如脑花，用这种分离式的设计好像是一种很不错的解决方式吧。然后它的本体也是不锈钢的，一个很大的加热盘。中间应该就是它的升降装置，我们按升起的时候，应该就是用它来把这个篮子顶起来。它的底部有一些小细节，这个是它加热盘的接触面，然后它的底座上有3个橡胶垫，这样子的话让它放在桌上或者放在加热盘上更稳一些。整体来看就是这样。为了设置它的基本火锅功能以及它的升降功能，我刚刚把它洗了一下，然后装了一锅水，我们来稍微的测试一下。它这边有2个模式，一个是火锅模式，一个是低糖饭的模式。低糖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概念，好像是说在煮到一定的过程中，然后把饭和水分离起来，然后可以做到低糖。虽然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，听上去还是挺高端的。现在水已经开始慢慢的冒泡了，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升降功能。我们现在是5档火力，根据官方说明，如果我们按 up， 整个篮子会自动升起，然后它自动会把火力调到3档，防止沸腾太剧烈。然后我们想让它下去的时候，只要按 down， 它就会自动到最底端。但是中途我们也可以随时通过这2个按钮来控制它的高度，让它停留在任何位置上。然后等到最底端的时候，它又会恢复之前的火力。不过拿这个锅吃火锅什么样的体验，我们还得实战测试一下。那今晚就吃火锅吧。不过在吃饭之前，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在研究的一个东西。之前的2期视频中给大家介绍过我住的公寓，这是一个 loft， 它有个很巨大的客厅，然后楼层很高，然后它有一个卧室在2楼。这个卧室也很简单，如果从卧室往楼下看的话，楼下的一切真的也是尽收眼底。它的优点很多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我之前的2个视频，里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。但是它的缺点很明显，就是隐私性不强。虽然我们家沙发可以展开成一个 queen size 的独立床，但是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房间，所以如果有人想来借宿的话，多少还是缺乏一点安全感。
所以这段时间我就在研究和实验一些稍微能够增强隐私性的方法。之前想过那种平时在户外搭起来的那种大帐篷，它的长宽高应该也能刚刚好覆盖住整个沙发，所以当时在 Amazon 上我也收藏了好几款。不过因为帐篷搭起来很麻烦而且很笨重，所以一直犹豫不决没有下单。前段时间在 Wayfair 上刚好看到一款屏风，它的尺寸也刚刚好合适，所以当时就下了单，想买回来试一试，也没有太考虑它的款型怎么样。不过等我收到它以后，把它摆出来才发现，哎，就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大家尽量不要笑得太大声了。买了这种屏风以后，我现在觉得我只要去 Costco 再买一个那种 Open 的那个标志挂在这儿，让我们的俊仔老中医按摩店就可以开业了。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更像是坐落于纽约古唐人街的老式中餐馆呢，还是老中医按摩店呢？反正自从把它搭起来以后，我当场就下决心把它退掉了。不过这也让我发现了，使用屏风把它隔出来这个想法其实还不错，因为屏风确实是能把楼上的房间和客厅做一个明显的分隔，而且平时不用的时候，屏风可以折叠起来，然后运到楼下的储藏室里面，所以对生活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所以这个周末我就去宜家买了2块比这个稍微现代一点的屏风。所以放上2块屏风以后，感觉这里也差不多形成了个独立的小房间。觉得目前为止，这个是在不改变房间结构的情况下，比较平衡的解决方法吧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更好的方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反正我很爱折腾，说不定下次我就会试一试。屏风已经收好了，我们今天晚上是要吃火锅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召唤小伙伴吧。非常感谢我们的老熟人小龙和 Amy 自带食材亲自来我家吃火锅。火锅的容积很大，一般3到4个人都没什么问题。篮子的升降功能确实有助于保证食材不会煮得太老，更容易被找到，也不会发生土豆或者面糊在锅底的这种惨剧。篮子升起以后会自动降低火力，可以保证夹菜时不会烫伤，又能给食材保温。如果你实在怕烫伤的话，还可以在它升起的时候进行夹菜，似乎更安全。它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的锅底并不能进水，所以别说扔洗碗机了，连手洗起来都得小心一点，可以说是美中不足吧。这次的火锅来自于华人生活馆，虽然是免费送给我折腾的，但是对测评内容并没有任何限制。华人生活馆网站上可以买到很多厨房的小电器，豆浆机、养生壶、各种电炖锅等等都有。比如之前就超级觊觎这款涮烤一体鸳鸯锅电烤炉，不过因为家里实在放不下了，所以一直没有下单。之前在他们家买了一款北鼎的蒸锅，到现在还是家里使用频率最高的电器之一。加拿大和美国的小伙伴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，使用折扣码还能省10块钱哦。Hello， 虽然已经2月底了，但是温哥华昨天晚上猝不及防的又短暂的下了一场雪，现在外面的天气是这样子的。我现在在 Kisnano， 今天是星期天，我们准备去吃一餐大温地区还有维多利亚网红的早午餐厅 James Cafe。现在好像排队人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平时好像要排很长的队。Let's see。吃完了。虽然我已经来过 James Cafe 来过了2次，但是它的体验还是没有让人失望，就感觉很简单粗暴的好吃，特别棒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和订阅，而且不要忘记下期我们还要开箱另外一个东西哦。那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大家3月快乐，拜拜。